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自己内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尤其在富豪的这一头是在干杯哦，那么狂欢；另外百姓则是在流泪。今天也会关心的事情是，川普的家族他们现在靠着，包括他自己的朋友在内，靠的这些虚拟币暴富，美国人老百姓却活在悲惨世界里面，挨饿甚至没药医，到底怎么回事？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首先开场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刚刚讲到了，川普现在在金光闪闪的庄园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而且靠着川普币赚翻天了。但是从大家知道11月份开始，美国的4200万的这些低收的美国人粮食券已经正式的确定被砍，而且砍的金额是1半。这个是美国梦还是阶级的噩梦？今天会关心。第二件事情，不只是在经济上，美国民众面临到了很大的困境，包括现在连命都不保了。包括了抗生素，还有这些关键原料，全部都是靠中国的供应链，大部分都是靠这个中国供应链为主。现在救命药都买不到，健保自己美国内部则是暴涨了3倍的价格，60岁以上的。比较年长者付不起医药费，美国的穷人是病不起吗？接下来也会来关心，是不是共和党接下来会被反扑呢？因为最新的民调，67%的美国人都认为川普的所有在经济上面，包括关税政策是走错方向了。他的不支持率现在正式的飙破55%，民心崩溃之下，会不会逼得共和党这个时候自己跟川普来做切割呢？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来做关心。好，我们来看到美国政府停摆，从明天开始就会创下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了。同时间，美国现在贫富差距非常的严峻。刚刚提到的4200万人的粮食券被腰斩，同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川普人却在海佛山庄这边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当时大家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金光闪闪的一个派对上面他正在举杯庆祝，那包括川普一家人都到齐了。这个派对的主题叫做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就是一场小派对不会害死人。但是更讽刺的事情是，现在包括了币圈，川普的这些有钱人的好朋友们，则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所做的揭露。川普的家族他们推出了各种的货币，不管是川普币、梅兰妮亚币，甚至是川普他的小儿子旗下的这一些货币等等，一年获利超过了10亿美元，换算现金流高达了30亿美元。大家都是赚饱饱的，没有想到另外一头的老百姓，他们的粮食券的补助被砍就算了。现在呢，根据统计，每个4口之家的这些低收入户，每月只能拿到715美元的一半，失去补贴哦。现在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根据了解，每个人每一天只剩下3美元的补助来过活，是连一餐都买不起的。联准会的理事库克也警告说，现在还不是最惨的一个状况，明年在美国的通膨还会变得更为严重，居高不下。贝森特也直接说了，接下来房市也会受到严重的衰退。而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美国上一次关门的时间其实落在2018年的12月，大概时间是35-36天，冲击的就是包括了1/4的这些联邦的机构关门，80万多名的这些受雇人员，他们有因此会暂时没有工作，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注意了，5周的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这一次光是1周的损失就高达了70亿美元。那么从明天开始，刚刚说了，就会是这一次有史以来政府关门最长的一次记录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现在有钱人开派对，穷人却在为着面包来做苦撑。美国现在是活在2个世界 L 型世界里面吗？聂老师怎么看？好，那先讲讲我自己人生经验。我自己本身在1980年中到1990年中在美国待了10来年哈。那当然，其实就我的感觉，其实美国这个政府 shut down 其实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从1970年就一直在 shut down。那么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记得这一个应该算是从记录来讲，它是第23次的这个政府关门。
那政府为什么关门？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10月底，当然也有在年中的，因为是要10月初。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财政啊，就是财政年度啊 ，fiscal 这year是从10月1号开始，所以9月30号是最后一天，他们必须开始预算新年度的到来。他的预算，但10月1号开始，如果你没有办法拉锯，没有办法马上决定的话，你就必须关门了，因为钱不够就关门。但你知道哈，虽然我说有这么多次，我不觉得什么大不了，可是这次真的是蛮久，而且这次呢是又碰到了关税等等的一些因素，所以会造成比较严峻。就是这一次呢，你跟我讲日期长，你刚讲的7年前2018年也是川普那个时候哈，所以我现在在讲就是说，之前大概平均是8到18天，大部分是这样子，但这一次呢却延长到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 double 在甚至比那个短的8天甚至4倍。我的原因要分析是因为这一次的所谓的财政没有办法咀嚼不定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川普过于极端的去做他的所谓的极端政策，就这个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政策，以及人民对他有非常多不愉快的这种看法，那造成民主党当然跟他共和党的这个拿捏在财政就很难定论，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长。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这个预算被冻结是部分部门还是完全，这是有差异的。那我现在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部分或完全，部分的政府就一定会失去资金的运作。这资金运作就是我们讲 cash flow， 就是人的血脉要血要流，不流你身体就挂了。所以你会发觉刚开始几天还好，那血脉也还好，或部分地方挂了还好，可是你发觉它越来越严峻，越来越严峻，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还加上它的关税，从一开始冲击到很多的产业啊，你就很难生存。然后到现在人民呢也开始呢，不管是我们太多的地方可以讲，刚讲医疗部分或大豆有没有这些农民，他开始已经收入减缓，那你就各种补助你缓不济急，我觉得这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讲说，川普呢，跟刚讲海湖酸章这样非常愉快的一个举杯干杯，这个活在这个香槟泡泡里哈，这个东西却没有看到人民所谓在悲惨世界叫 Les Miserables 这个法国这种有名的歌剧，在悲惨世界中生活。我觉得部分人甚至到了走进黑暗的地步，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这是自然的，全世界都有，它是一个 M 型的社会，可是它的 M 已经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怎么造成？就今年关税之后呢，美国呢就造成了部分像刚刚讲的，不管是他在币圈或者部分有钱人看准了这个越波动越是投机的时候呢，就赚了越多的钱。那这些农民是没有能力的人，就被政府的政策呢偏导到了一个地方。我刚讲悲惨世界或黑暗这个时刻生活的人，这样当然就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惨啊。当然你说房地产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就影响到下一波所有人民用钱去这个我们讲房地产是一个这个重大支出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钱包越缩水，你所有的这个资产就开始会慢慢走downtrend。所以我担心这个美国这个会慢慢在经济会，大家现在好像这个景气股市都还不差，但我还是担心它的经济的未来。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世上苦人多哈，我们有这个台湾的真人有讲过。可是川普呢，25岁接掌他的事业，27岁当了 CEO。你知道这个在金堆生活的人，你知道他缺2样东西，这非常严重。第一个，他在生活上他没有办法易位思考，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感觉啊，你没钱了，没关系，我补助你啊。他不知道，我跟你讲，苦难教育机会，从苦难长大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苦难。一个呢，经过了苦难才叫做磨练。他没有，他是在钱堆长大，他是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没有感觉，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差距。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的视角，不只是生活上的这偏误，视角的偏误，就是他过于偏误的宏观。他一直在讲国家，他没有，他虽然说好像想照顾人民，因为他照顾人民是为了他选票啊，票仓。可是他这个微观去想到人民真正的 micro 的东西，他不会，他大部分都是想到他的格局，因为他是搞个大企业的，甚至在领导国家的，所以我觉得他这2个偏误，一个生活上的偏误，一个这个事业上的偏误，就会让美国可能会慢慢越走越偏了。好，现在美国老百姓哦，尤其是一些比较底层的或者中产阶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不管是关税或者经济战所造成的影响哦。那另外一方面，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受到通膨的影响，压力很大。现在是不是连穷，如果你是比较穷的人，你的命都可能不保，甚至病不起了吗？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国手上握有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被大家视为是稀土之后的第2个王牌，就是这个药品了。因为现在做了一个统计，美国的药品近半的原料都是仰赖北京来做供应的，那包括了有抗生素，还有多种的关键的药品。这是来自于这个作者是《中国处方》一书的作者，他叫做吉布森。他说，现在美国已经无法从头到尾去生产任何的抗生素了，尤其美国
现在缺乏这些统筹的机构，鼓励国内来重建这个供应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同时间，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健保制度也让民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保费暴增了3倍。一名60岁长者，他每月的保费会从460美元正式的飙涨到1380美元，变成说你要享有这些医疗保障，成为有钱人的专利。针对目前美国的问题，上次哥又怎么看？是的，这我们看，我最近看到那个华尔街有一个形容，我一直觉得印象最深刻。那现在都说，在整个美国的股市一直创纪录看起来就美国股市来看，美国的一切应该是欣欣向荣，但实际上现在有好多蛋，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大如鸵鸟，有的小如鸡蛋，各类的是什么呢？现在就看哪一个蛋会裂开，里头跑出黑天鹅。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因为过去来讲，在整个美国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也都有，大概基本上问题的同质性比较高，很难想象现在此刻对于美国，无论是川普面对的，包括林老师刚刚提到，他不管，但整个美国社会民生所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问题。整理来多是以美债为核心，包括现在联邦政府关闭为主，所涉及到的刚刚所有的民生的、教育的、航空，你能想象的一切现在都有问题。但是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大家就来看哪一个东西会联动，让整个美国核心经济2个就是华尔街股市以及其中的 AI 目前整个全球的趋力。但是你说现在最厉害的美国股市当中没有裂缝吗？还是有的。首先，第一个 AI 科技产业最近都是大幅度的裁员，包括 Amazon 裁1万多人 ，Meta 裁，你能想象当中都裁，几乎没有裁几千人，包括先前你说英特尔都在裁。除此之外，就是 AI 泡沫本身，上次已经提过了很多次，就是现在辉达跟 AMD 投资 OpenAI 呢花钱去买甲骨文的云计算，云计算回过头来再买辉达的晶片，这个泡沫循环目前在推动一切。但是现在大家都问，那到底 AI 会不会赚钱？AI 会花多少钱？其实都没有人愿意回答，就是投资。所以这些泡沫，就刚刚讲好多蛋哪一个会裂开？目前认为可能说不定不是大的经济或刚刚讲 AI 企业那边裂开，是从民生裂开，有可能包括就刚刚思明讲的从药品。因为这里就牵扯到关税，牵扯到现在美国民生的部分的处境非常非常恐怖。因为现在要知道，美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制造生产，无论药或者任何产品都要靠进口，以中国为主进口，现在叠加关税，就是关税本身已经大家没有办法负担了。而联邦政府关闭，基本的补助给不来，真是前无前路后无退路。这个绝望度有可能是民意过去在历来这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这么强烈的地方。当然，现在关税司法判决对于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引爆点，马上就要到了哈。所以这里头刚刚讲，因为这是联邦政府关闭很核心的原因，也就在于到底奥巴马要的那个健保。到底肯不肯？民主党就确定我要撑下去。所以你看，健保跟药，也就是现在所有一切的晃动当中，国会跟预算里头的症结点。所以现在跟这个药有关，跟民生有关，有没有可能是整个破盘的地方？不只是美国，现在到处都在看，尤其空头都在看，包括中国大陆等等也在看这个时机。对于川普的声望，包括我们讨论很多川普的现在支持率，一切的源自所在。所以这个蛋的这个观察法。感觉起来蛮不错的哈。好，对，确实不知道哪一颗蛋爆出来的会是黑天鹅。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一个最新民调，到底川普的支持率如何？67%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已经走错方向了。那么川普的不支持率现在来到了55%。对于经济政策不满的，则是有超过60%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不只对川普不满，也对共和党一直挺川普这件事情是很不满的。所以呢，现在选民也表态了，接下来明年就是期中选举了嘛。他们说有一半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改去支持民主党了。到时候共和党的人会不会刻意的跟川普来做切割，保住自己呢？干哥又怎么看？川普他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征收关税是一定的，这是很好的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武器的话，我们今年少赚了1000亿美金呢。当然他没有想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准备要为这个事情来开听证会了。万一如果法院否决的话，你要怎么退这个关税呢？你要退起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等于说你原先得到的都一片化为乌有。所以最近的一次的
这个民调就发现说，67%的美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了。他走错方向了，其中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有高达87%的黑人，他们当然认为川普是走错方向的。可是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也有高达61%耶，也不少哎。那西班牙裔是71%，那你就想想看说，这些都已经超过人口的一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都是小民都认为说，现在共和党政府是走错方向。那你走错方向，其实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保险费460块美金，一个超过60岁的老人家，你的健保费一个月大概是460块，相当于多少钱？台币的15000块。其实，在我们就是说在台湾的水准来看的话，这15000块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常的。结果现在你知道吗？因为关税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现在要调高到一个月1380美金，那一般人怎么负担得起呢？那是接近4万块台币。你要是变成这样，这边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大概1年前，大家还记得一个常春藤名校的一个学生他叫做 Simpson， 他竟然在当街枪杀了美国最大的保险事业联盟美国健康公司。美国健康公司的 CEO 那 CEO 他把那个 CEO 给打死，当场给打死他叫 Brian， 他把他打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从常春藤毕业出来的这个意大利籍的学生，他说我每个月都缴健保费，我是常春藤毕业的，我家是意大利的望族，结果当我有一次去冲浪伤到背的时候，我得不到1毛钱的赔偿，所以他当街枪杀了这个 CEO。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 CEO， 你知道他每年他年终的时候，他可以拿到15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一般老百姓根本得不到赔偿。所以川普，你在现在你所面临的是小民生活在什么的这个贫穷线上下，你只知道说为国家。刚刚聂老师讲的对，你的宏观就是你看到国家要怎么赚钱，但你不知道小民因为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的压力，他现在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还有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食物补助。食物补助你要是把它拿掉，对，一家4口之家一个月有2万块台币，就大概700美金的补助。你把这个拿掉，你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剩饭剩菜。没有看过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你不会了解。他们需要靠食物券。对，现在因为已经食物券不能发了，为什么？11月1号开始就不发了？为什么？因为没钱了。现在州政府正在想办法要发这个东西，但是你还是要等啊，对不对？那这些贫穷线下的家庭，他只能够靠自己。坦白讲一句，这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真正的生活，川普没有看到，所以他在明年的期中选举，我觉得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跟麻烦。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习川会，原本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结果我没有想到呢，川普的飞机才飞回美国没多久，美国就立刻翻脸了。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面对稀土的问题上面。今天的火线话题3点，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第一个，刚刚说的习川会才刚落幕，美国就翻脸了。大陆宣布，确实它会针对于美国的稀土管制会暂缓1年的时间，试图来释出一些善意。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这个时候呛中国，说你把枪放在桌上，还说呢，如果你再继续的食言针对于稀土的政策的话，美方将会全面的加税来对你做全面的反击。美国这一波回击是真的不信任中国吗？不过他又哪来的底气可以呛人呢？第二点，我们来关心到的是这个
黄仁勋啊，针对稀土的问题，他也有提出一些建议给川普。他说呢，希望用我们的辉达的 AI 晶片来换取中国大陆的稀土。没有想到这话一出哦，遭到华府是全面的抵制黄仁勋的建议。中美接下来不管是在科技，也就是晶片战，还有资源稀土战，会全面的脱钩，并且开打吗？最后一点，我们也会来关心的是，川普在本周三呢，针对他的关税战是否违法这件事情，最高法院就会正式的来做判决了。不过此刻川普也呛说，没有人能够拦得住我。最高法院即使审理了关税案，川普还是强硬的表态说，如果真的敢克我，针对我的这个关税做任何的惩罚的话，美国的经济就会崩溃了，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大陆宣布暂停1年的稀土管制。贝森特就直接呛北京，把枪放在桌上，还朝天鸣枪，并且呛中国，再敢食言，川普将会对中国大陆你全面的来做反击，并且加税。那么另外一头，我们看到美国则是持续的加强自己在稀土上面的一个发展。华府加码投资了，最新消息有14亿美元扶植国内的稀土产业。因此呢，这是来自于美国自己的稀土商说，会接下来获得来自于川普的6.2亿的贷款之外，还有5000万的补助，来帮助生产商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黄仁勋则是提出用 AI 晶片来换中国的稀土，立刻就遭到了川普的幕僚介入，封杀任何晶片出口到美国。川普也说不会把这一款晶片给任何人。那这一款晶片本来 Blackwell 要给中国的时候是说它的性能会降低30%到50%，但是确定了是说连晶片本身都不愿意出口给中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是川习会为什么才刚落幕，好像双方尤其是美国已经立刻翻脸，是因为本来就不信任中国，还是他们本来就想好说这关税战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打下去，甚至要重启它。接下来的晶片稀土战，中美双方会各走各路吗？上志哥怎么看？我最大关键是不安。我觉得谈归谈，川习会仿佛有结果，但是我觉得对贝森特所有参与的人都是不安心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看整个时序是这样，在他们谈完之后，刚回到美国，抵达美国，姑且不论川普的他又贴文，第一个反应的其实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欧。格里欧立刻说，对于301的调查不会停止。他淡淡的提，他并没有那么强烈。接下来其实就贝森特马上其实在接受访问当中就表达了强烈，就是这些呛话。可以说这些呛的话，真的就是批评中没有，其实就是他不安。不安在哪里？就是后来马上我们就看到了，美国方面就立刻公布了川习会的所谓的备忘录。美国方面认为的，其中有4大项跟具体的10个做法。这是美国公布的哦，美国公布就是说中国大陆同意了，所以我们看里面都洋洋洒洒，基本上看了部分你就觉得中国会同意吗？所有基本上就是说是美国的要求，4大项包括清楚，然后10个具体的很细项的做法。可是你说中国公布了什么吗？中国公布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公布了大概4个部分，用词里头完全没有说是美国提出的条件，甚至连大豆购买那个有没有1200吨跟什么时候购买都没有写，只表达说会购买，所以这个部分落差，我觉得就是现在贝森特每一天越来用词越来越凶猛的原因所在。我想其实是这样子，无论知道晶片跟所谓的这个稀土，它就是领先者跟追赶者，一个美国领先，稀土是中国大陆领先，但是大家都已经在追赶了。可是你说这个追赶本身究竟谁能够追上，谁能够撑过多久，有各方不同的看法。但最终来讲，你不得不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也是下定决心哦，连稀土都是由美国政府去投资打破他们原有的体制。但重点来了，最后拼还是拼体制的问题。那中国大陆体制，我们不要说它是个国家经济在主导，最重要是中国大陆的基建。你说稀土真的就只有靠稀土的产业链偷挖一些人才，拿到一些技术就能够做吗？那电力能源呢？我们说过，稀土要大量的电力，甚至大量的化学污染的技术，而且现在包括开矿本身，美国现在8字眉一撇，中国大陆的开矿技术包括稀土已经到了全无人
无人车、无人矿，包括无人的管理在开挖，甚至包括开始冶炼。这个地方到什么地步，中国大陆也不披露哦，只是江湖传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的巨大的差距，也是贝森特他们现在巨大的痛苦，因为这一些如果没有达到，中国真的在未来这1年之内可能又卡关的境之下，这一次谈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贝森特或美国政府没有负案。没有负案，他们不能做到，就要靠中国大陆履行他们答应或他们认为答应的东西。所以这个尴尬点跟不安点，我认为会持续下去，还是会有更多批评中国，而中国不见得会具体回应的这样对峙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现在美国越来越不安，所以他的态度上又变得更为强硬，然后态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急。接下来怎么看晶片，还有这一场这个稀土战，谁会赢到最后，谁会撑到最后？聂老师，我一路走来，就看着真是非常有趣。川普1.0版谈了13次，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好像美国胜出啊，那么中国呢被压着打，那当然每次中国在会议中妥协，回去也反悔。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呢都给那时候还没有稀土问题给美国，那美国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是整个把他压下去，不让他经济发展。这一次呢，大家非常清楚嘛，奉陪到底，对不对？他一开始讲奉陪到底，而且以牙还牙式的奉陪到底，还有样学样。你看有样学样，包括你晶片以前在华为时候扣我1%什么的，就无洞可钻的那种模式，我也来你这个稀土呢，只要有1%跟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供应链的，我一样磕你。再来，你扣我港口服务费，我就我没有那么多船，你没有那么多船没关系，只要你有企业过来的，我一样有所谓的特别港务费，还加个特别，他全部帮你打下去，我觉得很有趣。那刚刚讲到不安，还真的不安了，我觉得他们怕了，他怕了。我请问一下，一个胆怯的人跟人家对话，敢把枪放在桌上吗？表示他不怕了，他胆子大了，底气高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有胆，但现在美国讲不好，连厉害的人还怕人家放枪吗？他干嘛要把说中国把枪放在桌上？因为他已经怕了，你放枪我有点胆怯。还加了一个，你只要再敢再做下去，我们就会再加税反击。税你要加到多少？从140几、120几到下来又拉到100，你要加多少税？看起来这个权就永远是只有这一招嘛，就是关税还是关税。重点你拿不出别的招，其实他之前拿了几招都完全不管用。我先讲一下这2样东西真的非常有趣哈。这是5次谈判谈到最后，其实美国不用再谈了，基本上中国就是你来我还是跟你谈，我就配合你谈，我也不很想跟你谈，因为我们知道胜定了。我觉得中国是这样想的，因为什么呢？我把它分成10个阶段好了。在晶片里面说不好听，美国就算达到10好了，所有从 EDA 从那个设计端到底，中国只拿到7、8，没有关系。它晶片，比如说成熟制程，世界上大家都知道，当时最微弱还是中国。可是呢，你要知道，美国现在随便拿到最高，可是中国是有可能突破这一块的。可是呢，稀土不一样哦，稀土如果0到10的话，我跟你讲，美国只有2到3。因为从储量、从产量，最重要的这个分离式的精致冶炼，它根本没有嘛。还有，它现在我们看到媒体，西方媒体哦，动不动日本的海域里面有这个稀土原料啊，要去挖，一下跟澳洲又签呐，一下巴基斯坦又这个开了一个红宝箱，又跟他讲说，我们拿到中国技术要给你啊，这个什么这个金刚石都给他，没有用。缓不济急，而且这种东西太难，它太难的深度，因此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你现在讲的晶片和科技，你说科技和资源战，我就直接讲晶片和稀土战比较好，因为晶片的确是科技的隐含，可是你要知道稀土隐含的不只是资源而已哦，稀土也包括了科技，因为稀土的它17种材料，你到高科技到军用到航太是高阶非常多，所以光比稀土的控制以及晶片的控制。晶片你拿到成熟制程的中国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只是做不到最先端。可是中国是有可能突破，而美国是基本上不管从我们讲这是天然物质嘛，就是挖不到，你再怎么去联合，你再怎么去找你的盟友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稀土看起来啊，这个是完全打压了晶片，因此再怎么谈呢，美国呢看到人家放枪会怕了，他甚至以后放了枪都不敢讲话，这是有可能的。是好，这一场稀土战也是源自于原本的关税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看到关税战自己美国的内部的人民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战感到非常的不满。于是呢，周三就是本周三明天美国的最高法院就会开始确实的审理川普的关税是否有违法那现在确定的事情，本来是说川普他自己说他要出席但是川普最近又说我不会出席了，并且他在社群发文呛说，如果总统无法利用
灵活的利用我们的关税，美国的经济会走向崩溃。白宫的律师团，也就是帮助川普的这些人也说呢，取消这个关税就是让美国的经济自杀。但是呢，贝森特也强调，就算今天你说川普目前的关税是违法的，我们也会用其他的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贸易法，让这个关税战可以继续的打下去。但是这个话一出呢，包括了投资圈或者是这些产业界的人士都有许多的忧心。首先，投资圈他们忧心什么呢？他说，如果川普的关税确定违法的话，政府得退回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等于丧失每一年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来源，也会影响到投资人。再来就是对于产业的忧心，他们担心的事情是，关税战如果持续打下去，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压力大的，因为这位是来自于美国工厂的设备制造商的 CEO， 他特别讲说，当初呢，他的产业是需要这一些低成本的这些供应链，所以他先去了中国，再去了印度，没有想到这一回川普就实施了这个关税政策，那导致他一直得咬紧牙关去配合川普，现在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他的产品变得压力越来越大。这一场关税战，这一场官司，干哥怎么看？你现在打压我们中国，我们移到印度去做好不好？不好，印度现在被征的关税比我们中国还多。好，移到巴西去好不好？也不好。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对不对？对。你现在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东西，你都要加征25%到50%的关税。现在到现在还谈不拢，那我们移出去，把生产线移出去，谈何容易？说移就移吗？好，就是明天啊，礼拜3，最高法院他现在开始要干嘛？要来开听证会，来，我们对于联邦政府这样子加收关税到底合不合法？那川普就讲了，说装模作样，我本来要去的，幕僚也跟你们讲我要去，是不是？现在我本来是想要到现场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看这些法官大人怎么对我的政策有什么说法。那现在我还是考虑不要去好了。为什么？我去到现场会影响这些执法人员，会影响这些法官啊！我还是不要干那种事情好了。不是，说句实在话，你到现场去，你只会捣蛋而已啦。你可能会把现场搞得一片混乱，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一句实在话，最高法院他今天要推翻就是 IEEPA IEEPA 是什么？就是国际经济权利紧急法案，这是容许政府在特殊状况之下可以特别的加税但你如果推翻了 IEEPA 的话，没关系。你知道川普他已经接下来大家都已经猜到他要搞什么了，这是第177条。如果这一条不行，他在援引那个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再援引这一条。这一条的内容是什么？这条内容就是我可以用总统行使联邦权力，加征15%的关税，可以长达150天。注意，这150天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征15%的关税，长达150天。对，然后时间到了，我还可以再变别的把戏。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坦白讲穿了啦，就是说，川普他今天要这样干的话，你也没办法阻止他。所以他根本把最高法院看成 nobody， 他根本就不理最高法院的任何裁决，他可以不理会他，因为他是 president，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一定要这样搞下去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他今天如果说真的被最高法院给推翻，说要赔钱，我们刚刚讲过了，要赔1000亿的话，要用个案来赔，一件一件来申请的话，每一件纳税人都要负担6%的税金。那这样美国还得了？美国当然受不了，所以可能还是会容许川普继续征收这样的税金下去。但是你要知道，你用那个关税当武装的话，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你征收的这个税到底是不是能够帮美国的经济往上一步呢？对，我觉得现在看非常非常的难以看出结果，说不定对美国的经济反而是负向的压力，也不一定。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现在矽谷全面的中文化，非常的有意思哦。今天我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坐拥全球的70%的 AI 专利，跟美国做比较的话，现在是57-7的一个关键技术碾压，未来科技华人做主。今天我们会来关心这个大主题，因为呢很有趣的事情是，今天的矽谷最流行的语言，大家觉得本来是英文，但不是了，现在竟然是中文。几周前这一场 OpenAI 的开发者年会上面，场上300多人当中，左边一半，大家那时候看到满满都是华人，而且呢都在讲中文，所以大家就在看说，当中国学者还在研究这个英文论文的时候，矽谷工程师他们忙着学什么？学中文呐。那包括了不管 Meta、Google 或者是 NVIDIA 的 AI 核心团队里面，说中文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趋势。开会的时候他们确实还是会说英文，但是私底下会散会的时候，大家说呢，全部都在讲中文，是全球 AI 实验室的一个常态了。黄仁勋自己也公开承认说，全球 AI 的研究者有一半都是华人，华人正在主宰未来的科技发展。我们来看到一些实际数据，也就是大陆跟美国在 AI 专利上面的一些核心比较。全球70% AI 专利来自中国，中国拥有75%清洁能源技术专利，40%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领域专利都在大陆手里。全球超过2/3电动车、4/5太阳能，甚至是电池等等的这些动力机械，也都是来自于中国。拥有全球1半以上的5G 的一些基地台，包括开源模型的中国厂，都是由他们来中国大陆做包办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呢是这个前 Google 的董事。施密特也直言了，董事长他说，如果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成就，那么终将失去第一强国的地位。连现在 Airbnb 都弃用GPT， 改用阿里通义千问，全球科技的权利，我们可以说转向华人了吗？上次哥怎么看？我觉得最近有很多这些比较中美之间科技技术发展的这些技术，那这个是最新的，而且他整理了那么多项，60项、60-70项。但是呢，我自己特别看的是 Bloomberg 在10月份也推出了13个指标，我认为这个指标很值得参考。他特别提出了在中国大陆13个里面美国只剩下绝对领先1个。有5个中国大陆是遥遥领先，我想大家很熟悉，包括无人机，我还是要讲一下无人机、太阳能、石墨烯，另外高铁跟电动车跟锂电池5大项。除此之外，他说另外有七大项，中国现在是快速的追赶，可能在美国是伯仲之间。这里就包括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而且很重要的，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晶片，另外包括类似像生物科技，另外还有包括像什么 LNG 造船的技术我想 Bloomberg 这个部分，尤其从产业投资全球的比较，而且13项来比较，美国只剩1项绝对领先。所以我觉得最近那么多的更细化的在比较，这里头是包括从产业界，包括从研究的区块，还有经济学家们。因为像这样子的统计，都不是什么媒体在搞的，都是由经济学家设计出一个对比的模型，有很多参考的数据统计出来，中国大陆已经领先到这个地步，所以非常非常惊人。所以大家其实要特别关注的部分是，现在这是就当下当下我们说2025年，因为去年确实中国怎么说呢？很多东西开始揭露，除了我们知道的无人就电动车的这些市场上的东西，我们想包括那一些稀土跟更多的。中国大陆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就这2年，中国大陆开始让大家看到，包括航太技术，包括军事武器，大家才吓到说，原来是中国已经是到这个地步，不揭露还不知道。所以要知道，现在中国大陆从今年开始，2025年之后，尤其2026年，中国大陆进入了“15-5”未来的5年跟10年的计划了。而且这里头其实有蛮多清楚的描述，但是我提醒大家，15-5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中共通过了他的建议，接下来蛮重要是12月中旬的时候都会有中共中央的经济工作汇报，这个部分又是统整，然后再来就明年的2月、3月的时候，两会会通过这个15跟所有的细项，也许包括两岸之间相关的建设的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中美的科技。未来5年，明年中国会发达到什么地步？
明年2月就会全部定案了啊。所以这里头我们对比，那美国呢？美国现在有很多新的投资，但美国能够有5年、10年的计划吗？川普还剩下3年呢，他选上已经只剩1年了，还剩下3年。所以这些非常浩瀚的美国想要追上的计划，面对现在中国大陆继续叠加，我们刚刚讲已经13样，只剩1项美国绝对领先。你以为中国就坐在那边龟兔赛跑等你吗？中国是更新的技术不断的叠加上去，而且它是跨领域的，无人机 AI 技术会用到高铁，用到别的，跨来跨去。跟美国 AI 就是做 AI， 晶片就是做晶片，分离的产业的发展又不一样。所以中国科技的强悍的进步，在接下来对美国产生的压力很难以想象。是，那美国会不会失去这个超级强国的地位？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另外是来自于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他特别提到是说这20年间是最关键的，因为他认为说美中科技的霸权已经彻底的翻转了。20年前，当时美国64项的专利当中，他就拿下60项，那到了2023年，大陆则是反超了57项，美国竟然只剩7项，干哥又怎么看？好，那你看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他所引用的大部分是黄仁勋的看法，黄仁勋真是先知，他说我告诉你，你如果再不跟中国合作的话，对美国不是好事，而且现在有1半以上的 AI 的技术资源都集中在中国人的手上，中国科学家早就已经快抵达2/3之谱。如果再这样下去，第一个我说15-5结束以后，会不会中国科学家在所有 AI 领域的80%、80%以上？我觉得这已经不用看了，因为他已经晓得NVIDIA 站在世界的前端，他已经看到了。所以你现在在矽谷，你一看到 NVIDIA Google 或是 Meta， 你都可以看到，都开一场会，但是这个笑话，开一场会300个这个专家在开会，这么多人，有各种人都有，结果你会发现，怎么1半以上都是黄面孔，然后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讲英文啊，对不对？然后大家讲的头头是道。结果上会看酒会的时候，喝鸡尾酒的时候，就全部都开始讲中文。奇怪，怎么大家都讲中文？老外在旁边就似懂非懂，对不对？你们还要 translate 一下，还要翻译给我听一下，你们这些中国科学家到底在讲什么？好，那是一个现象，中国人碰到中国人就会讲中文，对，那没办法，那是一种习惯，但并不是说他不想让人家去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是一股势力。好。这股势力引燃而成，为什么引燃而成？大家还记得 Meta 有个超级智慧实验室吗？刚开始44个人，谁来带？清华大学毕业的赵成家，还有另外一个是谁？首席科学家，那就是研究的负责人叫做宋阳，他们都是清华出来的人。当初这44个人只有十几个是中国人，现在已经100多人了，全都是中国人。你就晓得说那没办法，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勤勉上进，而且往前冲，这个就是说，你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说美国不强了，还是说美国不认真，而是说中国人的认真很就是说不是在你的逻辑范围之内可以去思考。刚上次讲的非常清楚，很多种面向跟行业，其实我说句实在话我们提到说1896年在李鸿章第一次梳着辫子抵达纽约港的时候，他看到纽约帝国大厦跟一大堆高楼，他就想，这是哪一个世界？这个大概是外星吧，对不对？100年前，100年后呢？你要看高楼吗？你到宁波看就可以了，你不用到北京去看。然后呢，还有各种高铁，还有各种你就说什么3折机的手机。这些美国人都没看过，而且美国人要什么时候他才能够追得上来？施密特，Google 前董事长，他讲得非常好。中国技术的跃升这么惊人，美国屈服于傲慢或敌意，到现在还是傲慢跟敌意认为中国就是模仿来的、学来的，不是。现在我跟你讲，连他们的那个拉布布都是自己创的，所以你就要晓得说，中国人在这么多领域跟方面，他们都在创新，他不再模仿。你第一次遇到可以跟你在科技上面直接对打的对手，美国你要赶快醒过来因为那个已经不是偶尔，已经变成常态了。你害不害怕？我很害怕。
是好，这场科技中国大陆正在全面的发展快速当中，尤其我们另外也要来看到，在深圳这边正在举行的现场是他们的高工人形机器人年会，上千家的企业挤爆展场，而且机器手臂竟然比人还多。现在有个最新数据说，在去年呢，全球的新安装54.2万台的工业机器人当中，大陆占比就高达54%哦。那么它的现役机器人总量突破200万台，已经连续11年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摩根士丹利分析了大陆长期在科技上面的优势，共3个：政策、资源跟教育。聂老师怎么看？最终中美谁是优胜者？我觉得当然这个刚刚讲的有道理，讲李鸿章的故事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时间100年有点长了。我就讲30年前，我以全身份到中国，那个时候中国一片烂泥，他连一个亚克力都没有，全部就油漆木板。现在的他，不要说30年，10年就大巨变。我先讲一下，您刚刚在前面讲到的科技不是中国领先多少吗？这篇文章不管你看不看得到，叫《中美科技冷战盘点世界领先的7大中国科技》，这个是2019年BBC News 报的，5月27号在彭博的 News 出来。我跟各位报告，我看了这篇以后，我很感触。然后北京大兴机场开始做虹膜辨识，那在全世界已经很前卫。我因此写了一篇文章，甚至我又加写一个强国需要强 AI 孩童教育。我觉得我们的对岸，它整个课程全改造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昨天半夜从南京回来，我在南京大学也主持会议，在整个会议场，在看到他们的题目，现在金融的课程在学生已经，我们还是第一志愿，基本上他们已经不是，而且很落后。重点都是全是科技科，除非你金融加科技，所以他们叫做金融的科技重塑。我重点是我去年到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他们的学校一定是一个新区。所有的11所学校在一个新区里面，我见到南京大也不是我以前的中央大学主校，而是它一个分校仙林校区，也是11个学校在这个园区里面。你会发现我主持的会议爆满，学生玩的不断的问问题，然后呢问所有的学生一直抓，然后回来一堆的微信想跟我回，然后说聂教授或谁能不能向你学习。我跟各位讲，我是一个学者，在场也有学者，不管你哪个学校，当然我们私立学校的学术能力不会比国立差，但重点不管你国立私立。我们现在一定要认知，书很多，他们的研究方法太厉害。我现在讲，他们的园区在强调一个叫做领域交叉，科技领域在金融，所有东西都交叉。台湾的教育真的，我们的媒体所寻溯的都是西方教育非常 narrow 的这个一些印象。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看，你先不身临其境算了，我是身临其境感受，在美国大家又常去我们的对岸，但是我们看媒体不能只看西方媒体。你一定要深刻了解一个进步的国家它是怎么进步的，里面的面面相向真的非常可怕。我觉得不管是从政策、教育或者是资源，我觉得对岸的未来真的还不可衡量，它还在往上冲。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 KK 园区在缅甸这边的园区的地狱景象正式的曝光。等一下带观众朋友赶快来看到，想要活着走出去，现在说得靠自己的运气了。尤其现在中缅联手要铲除 KK 园区，但是真的铲除不了啦。现在看起来是移动到了其他的园区，春风吹又生。另外来关心到的是，英美现在联手，还有新加坡要瓦解诚挚的诈骗帝国，真的做得到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在 KK 园区这边，经过了缅甸政府军疯狂的轰炸之后，园区看似已经被夷平了，但是上千人当时不断的逃命，甚至渡河要逃到泰国去，有人就被洪流冲走了，但是有人活着上岸。上岸的人跟这个记者们描述了一下在园区的一个惨况。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位是李先生，他说他当初因为有受到一些诱因，说1个月月薪8000块，而且他不限学历的广告吸引，于是他就是踏入了这个园区里面去。那他当时是做的是欧美盘，他说一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睁开眼睛都在工作，但是如果达不到业绩，就会立刻被痛打一顿，甚至打到残废都有可能。如果你的业绩最后是无法达标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打死丢进山中，或者是被卖器官
割掉、割器官，卖到其他的地方去哦。那么李先生他最后还是被救回来了，但是这样子的例子非常的少。救援队就描述了，他说有很多的幸存者，他们幸存下来之后会跟他们描述说，这些诈骗园区他们经纬度在哪里，可以去救剩下的这一些受害者。但是往往他们出动去救人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也描述说，园区几乎是每天都在搬家的，就像打游击队一样，今天在山谷，明天又在另外一个山谷，或后天就消失了。在哪里都得碰碰运气。怎么看？很多逃出去的人、逃出园区的人都曝光园区内的真实的景象，为什么还是有人宁可被冒着可能会被诈骗的风险，还是要去？是钱真的太好赚吗？干哥怎么看？对，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干部，也就是说非常懂得话术，可以去诈骗别人的话，那你真的可以赚到。我跟你讲哦，他那个奖金是很可怕的哦。如果说你今天暂时被骗了，但是你到了那个园区之后，你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你可以融入，就是说我现在开始用话术来骗投资人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月人民币2、3万是跑不掉的，可以这么多。然后就实打实，如果说你今天做了很好的业绩的话，你可以抽成一件可以抽12%到15%，这是诈骗集团他们谋生的条件。我在力之所趋的情况之下，即使他用非法的方式把你给骗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你会不会被那个文化所融入？因为力之所向嘛。但是有许多人他们做不到，而且他们对于他良心他过不去，所以他不想做，不想做就是毒打一番。除了电击之外，你可能还可以做水牢，有各种方法可以对付你。其实平均一天上工的时间是16个小时，也就是除了吃饭睡觉的话，你都要在键盘前面不断的打键盘，不断的打键盘，不然的话就是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打电话。有各种各样的诈骗的形式，有来自全球20几个国家跟你一样的工作人员，他负责要骗他们自己国内的人。所以这一次缅甸的 KK 园区逃出了1500个，我们用猪仔来形容他们。猪仔就是被骗的一般可怜的老百姓，他们被骗进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那缅甸军方这次终于这个发动了什么攻击行动，炸毁了很多 KK 园区的一些大楼跟设施。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些大楼跟设施里面已经没有人了，而且故意选在靠过泰国边境不到500公尺的地方做给你看。为什么？因为碎片会打到泰国的边境，打到人家泰国的电线杆上。代表说我们真的有在做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诈骗从来没有少过？大家不要忘记，你在上海、你在广州、你在台北接到的诈骗电话都是从这边来的，因为他都是华人打给你的。以前用大陆口音骗不了台湾人，现在用台湾人的口音来直接骗台湾人。以前用台湾人骗大陆口音骗不来，现在用大陆口音来骗大陆人。魔高道高一尺，魔高是一丈的。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特别的人，叫陈志，今年才37岁，据说他并没有任何背景，但是他今天竟然有150亿美元的虚拟货币被美国政府给查扣了。据说他的游艇长达120尺，大家要知道，游艇超过100尺那个就已经是不得了的。超过120尺的游艇。价值大概6到10亿美金，他才37岁，他怎么会有这个能力？他后面到底有什么势力在支撑他？除了缅甸的政府军以及柬埔寨的这个，听说人还在金边啪啪走。美国、英国、荷兰都在通缉他。他掌握80%以上 KK 园区以及柬埔寨的诈骗事业，这个人已经变成诈骗之王了，抓不到他。所以缅甸政府，你不要做样子。我坦白讲一句，今天你跟克伦民族阵线要谈好的话，你们真的要对诈骗园区你要做给中国政府，让他们对你有信任，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的话，你应该是真的要去捣毁一些真的让国际所诟病的这些园区。但你们做得到吗？究竟军阀跟这些诈骗集团的利益纠葛之间是千丝万缕的。我觉得很难解决。今后可能大家真的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在对岸或者在台湾，都要自求多福。遇到诈骗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警觉起来，不要再成为那个无辜的受害人了。
好，刚刚干哥帮我们特别提到37岁的陈志，补充一下，他是太子集团的创办人。那现在确实欧洲国家已经针对他的资产做冻结了，但是这样就能够摧毁这个诈骗帝国吗？等一下请聂老师来持续带我们看。我们持续来看到说，在这一次去打毁这个 KK 园区的重要的后盾，其实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呢，缅甸军政府才可以这么的雷厉风行，出动大动作。那这一次，包括我们看画面上出动了无人机，还有这些机动的滑翔翼等新型武器，都是因为有大陆在背后做支援。那短短几天内，2000多人逃往泰国，但是现在又要问了，逃到其他国家去的这一些人，会不会又在成立这个诈骗园区？尤其是往辽国、往泰国、往金三角这边又在重申，难道这个毁灭的行动只是在作秀吗？做给大陆看而已，真的能够彻底摧毁诈骗集团吗？上志哥怎么看？这次轰炸，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都在抓捕，轰炸非同小可啊。中国大陆什么角色呢？你觉得不需要北斗卫星吗？当然有啊。要知道，其实大家一般对于中国大陆在查缉跟跨国查诈骗，一般不太了解。我还是简单跟大家说，早前其实在发生诈骗，大概2010年前。大概中国大陆就有诈骗，一开始是福建安溪，包括湖北的娄底跟双峰是县，一些传出诈骗钱汇回来，所以一开始是地方公安在办这个事情，所以规模不大，但是后来真的越来越多，所以中国大陆开始重视，而且从地方开始上纲，大陆正式成立专案，地方中央开始是2015年，10年前就开始。系统性的做，从原来地方到公安，最后包括整个国务院外交部，包括整个他们所谓户政啊、银行，全部都有专门的对窗口来一起在打诈，而且甚至这个窗口不是在北京遥控，是最后派人员到云南或各地方在前线，因为你马上很多东西要协调，他们家乡在抓的，乃至于要跨国协调，所以最重要的是在2023年，最大关键2023年，中国大陆通过了这个全新的叫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全新的法，这个法是针对诈骗而来的，所以这里头为什么可以判处死刑？今年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呢，就在缅甸的名家这一整个家族诈骗全部抓起来，夯不啷当，5个人，包括大姐姐，那个老姐姐被判死刑，11个人无期徒刑，有一大堆20几个人，最高判了24年的有期徒刑，就是因为有这个法。所以现在，如果说你在台湾的人，你在判，你最后被送到大陆，就会依这个法被判重刑的原因在此。我要表达的部分，这次轰炸或所有查缉，大家不要觉得是局部的，中国大陆在局部跨国的合作已经长达10年了，只是说后面要真正到轰炸的手段，还是必须要由比如说当地政府、柬埔寨或缅甸来发动才可以。我觉得打诈这件事情，中国大陆已经有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的合作的做法，特别对东南亚这边部分也会给压力，后面应该会继续加大打诈的规模。好，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助，所以说这一次的行动看起来是非常的顺利的。但是刚刚讲了嘛，这个太子集团的陈志，他创办人，他其实是主要的这个主使者。那现在他的庞大帝国也摊在这个阳光之下，他受到英美的制裁哦。那么太子帝国的版图，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横跨5洲，不管是从帛琉、香港、台北到伦敦、新加坡等等，除了拥有这些豪车、游艇、台北顶级豪宅、英美金融中心、伦敦办公大楼之外，还有刚刚干哥提到，美国他冻结他150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的金额。过去太子每一天靠诈骗可以赚得3000万美元的现金，这一回这个遭到欧美冻结资产，就能够把这个诈骗帝国给摧毁吗？聂老师怎么看？那个思敏，我先讲一下 very sad story， 非常难过的事情。这不是2010年后来才开始，2005年10月2号有篇报道，《联合报》的主版写了一个大学教授母亲接2个电话往生，那个本人主角是聂建中。那当时他带英国伦敦的到 Edinburgh 回来的那一天8月13号飞机到伦敦8号回到台湾，打个电话，结果是妹妹接的，说你怎么还在？因为母亲2天前接到他的儿子电话说，我被邓起啊，那种啊，我说邓起要买什么东西，然后邓来以后，结果我的声音被揭露，就是我哈，所以12号呢，他要求他50万，我所有亲戚都接到，我妈抽不出来，最后 choke 住，然后到了台中立新医院，这是真的。那当时会就这 news 是9月的时候，我跟吴淡如有一个参会的时候，他帮我写在苹果日报，我原本不想 news 的，后来抓到了啦。不管怎么说，就是当时侯友宜他一个第6组一个姓蔡的，他一直追踪，我原本不想告诉他，后来就因为那时候很难过，
最后抓到2个，就在那时候在对岸福建抓到2个姓杨的、姓陈的。好 ，anyway 这过去了20年了。我跟你讲，那个诈骗非常可怕，而且非常严重。这本来判死刑就应该。那当然这是我的故事，所以我稍微讲一下。我先讲一下啊，我先讲这个，因为我要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在金酒当了10几年的董事，我们非常重视打假。太多假酒了，我们到大陆更多，台湾也很多。你知道9年前一堆假，大陆90%，我们说90%到95%都假酒。我们总经理打到了，很高兴，也有打假委员打到回来报告没有用，为什么呢？整个村庄都是吃假来赚钱的，结果去告到公安啊，也没有用，因为公安会 cover， 因为他也要靠这个来赚钱。一样的道理，刚刚讲，今天缅甸是打真的吗？不一定。我跟你讲，但是中国的无人机过去，当然是支援，因为缅甸也要靠这时候也不一定。不过现在来了，现在全球的国家比较先进国家，如果能用金融制裁，以前是对国家，现在对这个人，如果真的能达到完全封锁制裁，这还是有用。